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香肠嘴手机包的一个钩法。我们的线呢，不管你买的是哪一款的颜色，一共是有5种颜色的线。我今天拿这个锈红色给大家做一个教程。我们的材料包里面呢有一根3.0的一个钩针，4个记号扣，还有1小节的胶棒。这个胶棒是最后我们用来粘眼睛的。一个缝合针，还有一根缝衣针。缝衣针是用来缝这个包包上面这个小的这个小珠子的，缝这个小珠子。还有2个这种小的眼睛，这个的话，因为它是圆的，比较爱滚，咱们把它放好，不要一会儿用的时候找不到了。下面的话，我们就开始吧。为了方便给大家介绍呢，就是这个钩针我用的是我自己的一个3.0的一个钩针，因为用的比较顺手了。我们取线呢是在这个线的中间这个位置取线。我们先拿主线，如果你不知道，就是可能我讲的这个教程跟你买的颜色不是一样的，你结合着图片来做。就比如说你买的是藏蓝色的，那你就看藏蓝色的图片，哪块是包的颜色，哪个线是肩带的颜色，我们都是可以看出来的。我们这个拿钩针呢，要这个样子拿。这样子拿也可以，就是这样子拿也可以。就是我们钩的话，主要是用这个钩针上面这个小钩来带线的。我们这个的话呢，全身呢用的是一个10字短针，但是第一排不太好钩10字短针，所以我们就用普通的短针来钩就可以了。我们要打一个活结，这样子打一个活结，再慢一点，手绕一个圈儿。把线这样带过来，钩针穿过去。这个手呢，左手是先绕过小拇指与无名指中间，再绕到我们的食指上。这个手拉一下我们下面这个短的这个线头和上面打的这个结的这个地方，就是这样子，稍微给它固定一下。这个时候钩针绕线，这样绕的时候，你这个钩要勾上，给它勾过来。这一个小 V 是一个辫子针，我们给第一针上面做上一个记号扣，拿出记号扣，给它直接扣上就可以。扣一侧就行，你扣左半侧或右半侧都可以。这是1针辫子针，我们再来，还是绕线。带线过来，第2针它是一个 V 字的这样的一个形状，继续第3针，第4针，我们随编这个手随着这个我们编的这个辫子针往上移一下，5针，就是这样子的。1、2、3、4、5，钩针上这个是不算的，5针、6针、7针、8针、9针、10针、11、12、13，我们可以数一下，1、2、3、4、5、6、7、8、9、10、11、12、13，我好像多编了1针，我再数一遍，1、2、3、4、5、6、7、8、9、10、11、12、13，没有多编，钩针上这针不算的，就数这一个一个的这个小 V 字就可以了，一共是13针。来给你们具体看一下，就是这个小辫子，一个 V， 这就是1针。这的话它是分左半针和右半针的嘛，我们一会儿往回编的时候，直接挑上面的这靠近我们左手边的这半针。我先把钩针拿一下，因为开始的这3圈就是稍微有点难度的，过了这3圈之后就特别的简单了。我们一会儿往回穿的时候，只挑这半侧，靠近我们自己左手边的这半侧，就这样子，我们直接把针穿过去就可以了。然后编到钩针这边的话，我们又开始挑右边，靠近我们右手边的这半侧，
这样调这半侧，这样我们这个包看一下，它是在这是底儿，然后它是一圈一圈一圈往上勾的，所以前面这几排因为是需要加针的，所以这块的话，前面这三排，然后勾好之后，后面的然后我们换花型之后，我们到上面就是不加不减的直接勾，就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点。所以前面这三排的话，我会讲的稍微的慢一点，尽量的尽我的最大的努力给你们讲的详细一点。我们把钩针穿回去，我们倒数第一针是这里，我们13针是在这里，我们在12针这个地方下针，倒数第一针是这里。你们也可以在最后一针上面也做上一个记号扣，最后一针这边的话扣到我们右手边的这半侧的这个辫子针上面，扣到这里，给它扣上。我们直接勾就可以了。这个的话，第一圈就直接勾短针就可以了，不需要勾长针。这个的话，我们就直接穿过去，穿这半侧。看好啊，这是倒数第一针，我们在倒数第二针这个位置，就是第12针的这个位置直接穿过去，穿过去之后带线过来。这个时候钩针上是有2个线圈的，我们拿好线钩针，直接一次性带过这2个线圈。这是第一针，我们再拿一个记号扣到第一针上面。新手的话一定要扣，不要嫌麻烦，不然最后的话你们找不到第一针了。我们继续，就是一相对应的这样去勾，再来绕线，就是穿过去带线过来，2个线圈，绕线，一次性带过，它又会形成一个 V 字，这是第2针。还是穿进依次的这样的辫子针上面，穿过去，带线过来，也是2个线圈，绕线，第3针。这个勾的时候是向我们怀里勾的，向我们怀里边这样绕线的，这块是。我们就这样的继续勾。5、6、7、8、9、10、11。我们从开始做记号扣的这个位置，一直到我现在钩针这一针是11针，1、2、3、4、5、6、7、8、9、10， 11针。我们到了这个记号扣的这个位置了，我们在记号扣最后一针的这一个位置里面需要钩3个短针。我们把记号扣取下来，取下来之后看一下，取下来之后刚才是在这个位置取的，我们要给它向上挪一个格，给它先做一个记号，因为这块的话一会儿我怕你们这块会少钩一针，因为一般新手的话这块都会少钩一针。就是我们记号扣刚才在我们开始起针的这一个位置里面，我们给它向上移了一个，做了一个记号，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我们要钩3针，还是短针1针，我们在第一针上面也做上一个记号扣吧。
第一针，还是相同的位置，再去钩一个短针，2针，3针，3针过来之后，我们一会儿的话，穿针目是要穿到这个位置的，是要穿到这儿的。我们把这个取下来，扣到第3针的这个位置上，扣好。3针之后，我们在刚才做记号扣的这个位置直接穿过去。这个时候，这个线头我们要放到钩针上面来，我们给它藏一下，继续钩短针。这个时候就是一一相对应的了，我们就开始挑这半侧这个位置下针，看一下下针的位置，这里，这个位置下针，这个位置下针。这个会有一个小洞，没有关系，我们把这个短的这个拉紧一点，它这个洞就会自然的变小。我们钩了一个短针，我们继续钩2个，还是就是对面的那半侧，这样子去穿它。3个。4个，这个短线的话是一定要放到钩针上面的时候，就是穿过去的时候一定要放到钩针上面，我们才能后面的话，你看才能把它藏起来。5个，藏了一段之后，我们拿出小剪刀，这个小剪刀是自备的一个小剪刀，给它剪断就可以了。5个，6、7、8、9、10，钩了10个，1、2、3、4、5、6、7、8、9、10，再数一下，1、2、3、4、5、6、7、8、9、10，钩了10针之后，我们这个记号扣最底下这个啊，钩最底下这个，我给你们推一针，你们就看明白了，还是10针啊，没有错。数一下，不算我们记号扣这一针，我们在这儿开始算，因为这3针是我们在最后一针加的，这3针不算，在这儿开始数，1、2、3、4、5、6、7、8、9、10，一共是10针。我们记号扣最后一针第13针变的针下面的这个位置，这还有一针，这个地方我们要钩2个短针，就是头尾的话这样子都是3针了，因为这开始我们起头只起了1针，最后我们要给它凑3针，两边的话是对称的。我们钩的不是记号扣这一个啊，记号扣这个是最后的那一针不钩，我们钩记号扣前面这个还有一针，我们直接给它钩2个短针，一个就是如果你挑的话，挑这半侧你会发现有个洞，你可以稍微的挑一下，就是这第13针下面这个位置，这样的话它洞会稍微的小一点。2针加就是短针的加针这个位置，这一个位置是钩了2针的，钩了2针。这一圈下来是26针，我们可以数一下一会儿，把这个记号扣取下来就可以了。我们在第一针上面直接引拔，线直接穿到第一针这个 V 字上面，是直接穿整个的这一个 V， 就是这一整个的 V 字，这样穿到这个位置。先穿过去，把记号扣取下来，
带线过来。这个时候钩针上呢也是有2个线圈的，我们直接第一个线圈拉过第2个线圈，拉过来。这个时候这一针是引拔，这一针是我们做的最后那针。如果你们记不住的话，在最后一针上面一定要做一个记号扣。我现在补一下记号扣。最后一针上面做上记号扣，这针是引拔的那一针，不要算啊。引拔的这针是稍微有点小的，这是最后一针，这是引拔针。我们再立一个起立针，起立针来看一下，立一个起立针，这是一个起立针，起立针也不会算作一针的。我们第1圈已经结束了，从第2圈开始，我们就要钩10字短针了。你看这个包包的这个花型，钩的是10字短针，所以它看起来特别的规整。我们来学一下10字短针的钩法。我们在第1针的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做引拔的这个针目里边，还是这个相同的这个位置，我们要钩2个10字短针。就是以后我说钩短针的时候，就钩的都是10字短针啊。从现在开始，10字短针我们是钩针反着去带线的。我们刚才是短针是这样的，向我们胸前这样的直接绕线，10字短针是向外，钩针向外这样子带线过来。然后后面的操作都是一样的，只是带线的这个方向不太一样，还是2个线圈，一次性带过2个线圈。第1针上面仍然要做上一个记号扣。还是这个位置，我们还要钩一个短针，10字短针啊，钩针过去，反着绕线带过来，2个线圈钩子上拉线，一次性带过2个线圈。这个的话，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可能第1排、第2排看不出来这个短针的这个花型，多钩几排之后就能看出来了。我们在这个位置加了2个短针之后，我们还是仍然是不加不减的，就这样一相对应的钩10针，一直钩到记号扣的前一针这个位置。这个时候我们挑的话，就直接还是挑着一整个的一个位置，就不需要挑半侧了，反着绕线，不要忘记是反着带线。1针反着带线，大家不要忘记。2针，这个没有看住，穿过去，反着钩线带过来。给你们演示，慢一点。反着带线，勾过来。都是反着带线。所有的这一个包身都是这样子去勾的，剩下的我们勾了10个了，已经勾了10个，到了我们这3针的这个地方了。从3针这个地方，第1针开始，我们就是要给它做加针了，就是和开头的这个位置一样，一个针目里面勾2个短针，3针变成6针。如果你记不住的话，仍然是扣上一个记号扣。第1圈不要忘记，你们可以数一下是26针，如果不是26针的话，肯定是少勾了，或者是多勾了。然后第2圈这个位置的话，再做同样的位置，再勾一个短针，2个。下一个针目里面仍然是勾2个短针。可能一开始反着带线的时候有点不太顺手，但是勾的话就也比较快了。4针这个位置记号扣取下来，5针，6针，在第6针上面做上记号扣。然
然后我们这边还是一一相对应的去钩10个不加不减的这样的短针。1、2、3，一定是向外去带线，从外面带进来。然后我还要再说一下，就是我们做的时候，如果你的手机偏大的话，但是这个的话，正常苹果手机是可以放得下去，因为有的人他手劲儿松，有的人手劲儿紧，可能你手劲儿紧的话，钩太紧，可能放手机就有点吃力。但是如果一开始你就是稍微紧一点的话，也是可以，因为它这个线的话，毛线的我们用的它会稍微的反一点松。如果你想一开始的话，你就钩特别大的话，可能我们在用了几天之后，它就会比你一开始钩的时候还要再大一点。当然这个大不会大太多。如果你钩完之后，钩完这3排之后，如果你觉得小的话，你就可以给它稍微的手松一点，不然你手机放不下去，放下去之后特别的紧，往外拿的时候也不太好拿。好了，我们10针已经结束了。你们可以数一下啊，我们从这儿到这个位置正好10针的，刚好是10针。1、2、3、4、5、6、7、8、9、10，我老是想去跳过这10针，直接钩加针。就是这2针的话，是我们刚才最后一个针目里面钩的2个短针，在这个位置我们也是要各加就是各加1针，就是这2个针目的话都是两个短针的加针，一个里面钩2个，最简单的说就是1针、2针，系腰口取下来，1针、2针，最后1针上面做上记号扣。我们现在的话要与第1针做引拔，中间的这块有1针是起立针，有1针是引拔针，这2针我们不用管它，直接穿到第1针上面就可以。引拔，我再来一遍，好像有点快，就是这个引拔和第1圈的引拔一样，直接穿过去，2根线嘛，2根线，第1根线直接带过第2根线，第1根线直接带过第2根线，引拔。我挪一下我的这个手机，我的手总是往前跑，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会出镜，你们就看不到了。这样会好一点吧。引拔完之后，仍然是立一个起立针，这个时候我们第1圈和第2圈都做好了，我们来做第3圈。第3圈的话稍微有一点啰嗦，就是它会用到短针的加针，这样它是跳着走的，就是一个短针的加针。我们这个第1针这块只钩1个短针，我现在说的短针都是10字短针啊，10字短针都是向外带线的。第1针上面做上记号扣。第2圈下来是32针啊，这第2圈下来是32针，你们可以数一下。数的时候可以按暂停。然后第1针是一个短针，第2针开始的话，第2针是一个短针的加针，就是钩2个短针，同一个位置，还是在这个位置再钩1针，2，这块就结束了，开始这块就结束了。然后我们剩下的这10针还是不加不减的10个短针，前面这2针是一个短针的加针，1、2、3，一共是3针。
剩下的一直到我们黄色记号扣的这个位置之前都是不加不减的，直接就是钩短针就可以了。1、2、3、4、5、6、7、8、9、10。还有就是有的时候这个线啊，一开始的时候因为它是机器缠的，它可能因为它是5股的嘛，看一下它是由5根线组成的，它是这样子的，一根一根的线，它可能会散结。如果散的话，我们就这样用手给它拧一下，给它拧一下，这样就比较好钩。如果就是说它会有一段可能会就是出现这个骨都分开了、散开了，但是不影响咱们钩，这个的话也是属于正常现象，因为这个毕竟不是咱们手动去缠的线，它是机器缠的。然后我们到了就是刚才我们钩的这6针的这个地方了。这6针的话，我先说一下，是一个短针，一个短针的加针，短针、短针加针，短针、短针加针，它是这样的一个顺序。我们来操作一下，记号扣取下来，记号扣的这个位置钩一个短针，下面的这个位置钩一个短针的加针，就是一个针目里面还是这个位置再钩一个短针。这个地方的话就不需要做记号扣了，因为我们后面的话就不需要加针了，就比较简单了。下一针一个短针，再下一针短针的加针，加完针之后继续一个短针。我们记号扣的这个位置是一个加针，这个位置是一个加针，然后仍然是不加不减的10个短针，1、2、3、4、5、6、7、8、9、10。这个颜色和我实物的颜色隔着手机的稍微会有点色差，我的实物的颜色要比手机现在你们看到显示的颜色稍微的暗一点点。然后剩下1、2、3、4，剩下这4针仍然是短针、短针加针、短针、短针加针，是这个是一个短针，下一针是一个加针，同样的位置再钩一针，加针，这个位置是一个短针，记号扣的这个位置是一个加针，是一个加针，加针就是需要钩2针，2针，这个时候与第一针直接做引拔，第一针取下来，先不要取吧，我们在最后一针上面做上记号扣，就是你们最后一针的上面的话一定要做上记号扣，这针取下来，直接有2个线圈，第一个线圈直接带过第2个线圈，好，立一个起立针，我先拉长一点给你们看一下，我们在接下来做的时候就是这样向上去做了，它是转圈钩的，
这个时候你们可以比一下自己的手机，这个是包底的部分。比一下自己的手机，如果就是包底没有问题的话，后面肯定就没有问题。如果你包底会稍微小一点的话，可能后面的话，你的手劲儿就会相应的放的稍微松一点，不然的话，我就是担心太紧的话，你们回头放手机的话不太方便。你看我的这个的话，手机放进去的话，它是有余幅的，就是这样。它会有多余的，它会余出一点，这样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当然我这个手机比较小，我这手机是小的小手机，如果你们那个大的话，你们就比一下。如果就是你感觉它刚刚好也可以。如果太紧的话，你就后面勾的话，手劲稍微放松一点，因为新手的话，他可能手劲会稍微的紧一点。这一圈是38针，你们可以数一下，是38针。然后我们来教大家怎么数排数，1、2、3，是这样子的，1排、2排、3排，1排、2排、3排，我们做了3排，我们再做2排这个主色，就是我现在勾的这个线，再做2排，这样的话后面的话就是一一对应的了。第一针上面先做上一个记号扣。就是这样一一对应了，就不需要再去加针了。2针、3针、4针、5针、6、7、你们也可以这样一边做一边数也可以，或者是直接勾到最后再一数。到这个扣记号扣的位置正好是38针，记号扣取下来，勾一个短针，再把记号扣扣上去。我的是38针没有错，你们一定要数一下，就是最好是刚刚好。如果你就是觉得多一针少一针都还可以的话，你也可以就是那样子也可以。这个与第一针还是直接做引拔，两个线圈，第一个直接拉过第二个引拔，后面的话引拔我就不再放慢动作去教大家了。引拔完之后，立一个起立针，看一下，就是往上的话，它这个包的这个形状会越来越明显。勾了几排之后，这个十字短针的样子就出来了，特别的规整。我们再勾一圈红色。勾到最后一针的时候，我们需要换线。我们勾完这个圈的话，我们需要做这个换线的这个白线的这个部分了，需要做这个部分。我们再勾一圈这个主线的不加不减的38针。最后一针的话，先不要勾。
这个纹路好看的这面是外面，冲着我们自己的这面是外面。就是它一开始的时候有点往外这样咧的这种感觉，勾勾的话，它要稍微高一点之后，它就不会这个样子了。所以我们用手这样的轻轻的固定一下，给它。最后一针我们起下记号扣，这个时候实在不好意思，最近嗓子有点不太舒服。拿出我们这个白色的线啊，我们需要换线了。最后一针我们引拔的时候直接换白色的线引拔，我们拿到白色线的一头，拿到白色线的一头，这样放到钩针上面，两个手给它固定一下，直接带过来之后，白色线直接带过红色线，给它引拔过来。这个时候我们拉一下红色的这个线，因为这个线头这个圈是挺大的，拉一下，拉紧一点。白色线也拉紧一点。这个时候我们就换白色的线，现在就开始换白色的线，还是勾一圈不加不减的38个，就是不加不减的短针，然后仍然是要立一个起立针的，立一个起立针。这个白色的线头我们拉紧，也是需要给它藏起来的。这是第一针的这个位置，你们每一圈的第一针和最后一针都一定要做上记号扣。还是穿过去，穿过去带线过来，这是第一针。穿的时候这个线就是白色的这个线就直接放到钩针上面，我们给它藏好就可以了。藏紧针之后，这个白色的线稍微用力往外拉一点，拿剪刀给它剪断就可以了。剪的时候要看好，不要把这根我们正在用的白线也给它剪断，这样就换线就成功了。还是一一相对应的去勾。
38针之后，这个红色的这个线，它这个线圈的话，它又会稍微的变大一点，我们再用力的给它拉一下。这个时候我们要再勾一圈主色的这个线，白线不要断啊，白线不要给它断了，就直接给它放到这里就好了。我们引拔的时候还是直接看好那个是第一针啊，看好那个是第一针，直接引拔的时候引拔这根红色的线就可以了。引拔过来，白色的线拉紧，仍然是要立一个起立针。在第一针上面还是开始钩不加不减的38个短针，白色线不用管它，放在那就可以了。勾完这一圈红色主线之后，我们就要勾上面的小花型了。这块的话就不用换线，就直接还是勾红色的线就可以了。就是注意的时候是引拔的时候，这个白线拉得紧一点，后面这个线头。引拔的时候，我们要把白线放到钩针上面，把白线放到钩针上面来，这样子直接给它引拔，引拔过来。从这一圈开始的话，就是我们勾白线的时候，红线要藏到后面，就是这两根线就是这样顺着我们这个包的这个方向走的，只是会交替的换线，两根线要带着。我们现在把白线放到下面给它藏。我们这块的话稍微会有点不一样啊。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勾这个花型，就是看着像小心心的这样的这个花型，一共需要勾2排。这2排过后，我们往上的这个部分都是不加不减的了，就特别的简单了。我们还是要立一个起立针，引拔完之后要立一个起立针啊，立一个起立针。我们先要勾三针这个主线，3针主线，1针。这个时候勾的时候，这个白色的线是要放到钩针上面的，这个千万要记住是要放到钩针上面的啊，放到钩针上面，1针，2针，勾过来，在第3针这个位置，我们要就是往过带线的时候要带白色的线，因为我们下一针的话是白色线，所以要给它提前带过来把线。这个时候红色的线放到下面。红色的线放到下面，我们直接钩针去勾白色的这根线。这个时候钩针上就换线成功了，是白色线了。下一针上面勾白色，白色过来之后，因为它只有1针嘛，勾完白色之后，2根白色的线钩针上是。我们现在的话，白色线放到下面，来用红色的线勾过来，这样的话它就勾了，我们就勾了1针白色的。
刚开始勾不太明显。这是第一组的话是3针主线，一个白色的线，剩下的话都是每隔5针，就是勾5针主色的线，换一下白线。我们来勾，同样这个线是要放到钩针上面的。1、2、3、4、5，第5针了。第5针的话就是最后这钩的这块，我们要提前给它换线了。拿出白色的线，这个线的话，如果你现在正好是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给它压一下。如果你不压的话，也是可以的。我这个刚好是这个白线在上面，红线在下面，所以我就这样。因为到后面的话，其实它看不出来的。提前勾白色线过来，你可以数一下，1、2、3、4、5，我们有5针。1、2、3、4、5，5针。我们勾一针白色的，勾过来之后换红色的线，勾一针红色，我们又勾了一个白色的线，然后剩下的都是5针，换白线，就相当于4针半换白线。因为我们最后那1针的话，上面勾过来的话就直接是白线了。1针、2针、3针、4针、5针。这个白色的线换线的时候一定要放到上面啊，这个后面的话一定要放到上面，因为你放到上面之后，你看我们包包里边的话它是这个样子的，如果你不放的话，这块的话会露出白线，不好看，而且你放东西之后往外拿东西的时候也不太好看，不太好拿。好，第5针，1、2、3、4、5，我们勾一针白色的，勾过来之后马上就要换红线了，带过来，我们继续，1、2、3、4，好，4针半，我们又要换线了。如果你这个线像我这样，它会缠在一起，你就这样动一下我们手上的这个，好，给它转过来。这个时候要换白色线了，红色线放到下面，放到下面的同时就手轻轻的压一下这根线，不然这个线圈会变大，一会儿你还得用手去拉。好，转过来之后勾一针白色的，勾过来换红色，我们再继续，1、2、3、4针半的时候放下红线，白线拿出来，拉白线过来，勾一针白色，勾过来，白线放下去，直接带红线，勾好一个，继续，1、2、3、4、第5针最后带线的时候带白线，勾一针白色线，换红色的，1、2、3，最后是3针红色的线，我们与第1针直接做引拔。引拔的时候，这个白线，引拔的时候这个白线也是要放到钩针上面引拔的。拉一下这个白线，我们这一圈就做好了。
我们来编下一个。下一组的话就是还是第一组不太一样，我们把白色的线放下去藏好，拿出红色的线，立一个起立针。看一下啊，下一排的话就是3针白色的线紧挨着，3针白色的线紧挨着，我们直接先勾两个主线，两次红线。第二次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换白线了，就是第2针最后的这一勾的时候换白色的线勾过来。如果你就是会有这种情况特别大，这个我们就拉一下红色的线，它就变小了。我们连着勾，换完白线之后我们就勾白色的线，勾3针，1针，第2针正好是在我们下一排这个白色线这个上面对应的这一针，2针，第3针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又要换红色的线了。那这个花形就出来一个，这样的话我们一共是1、2、3、4、5、6，一共是6组这样的花形，剩下的话就是都是对应的去勾就可以了。1针，2针，剩下的话都是3针，只有第一个是勾了2针，剩下都是3针。第3针的时候红色线放下，第3针还没有完成的时候，红色线放下，把白线带过来，这样我们再去勾3个白色线。2针，第3针的时候提前换线，白色线放下，红色线拿上来带过来，第2个花形继续1针主线，2针主线，第3针的时候提前换白色线，红色线放下去，带白线过来，勾3针白色，1、2、第3针提前换红色线带过来，继续1、2，这个线是一定要藏到上面的。3，第3针提前换白色的线，红色线放下去，勾3针白色的线，1、2、第3个没有结束的时候提前换红色的线，3，白色的线放到下面继续编，1、2，第3针提前换白线，红线放下去，带线过来，1针，2针，到第3针提前换红色的线，勾3针红色，1、2、3，第3针的时候提前把线换过来，换白色，勾过来，继续1、2，仍然是第3针的时候提前换红色的线，白线放下去，3，最后2针是红色，1、2、
引拔的时候，与第一针引拔的时候，仍然是白线要放到上面，直接这样的引拔过来。立一个起立针，看一下我们这个花型就做好了。我们这一圈的话，就是勾不加不减的红色的线，勾主线啊，勾主线。第一针还是一一对应的，你们要第一针和最后一针分不清的话，一定要做记号扣。这个白线我们还是要给它藏到钩针上面的。藏几针之后，我们就给它断线就可以了。藏几针之后拉一下，这个时候白线用不到了，我们就直接给它剪断就可以了。还会剩下白线，这个白线我们要留着，一会儿的话我们要做眼睛，还会剩下这些白线，我们要留起来，不要扔掉。包包里部就是这样的，也很工整，因为我们藏线了。我们现在的话都是38针，我们继续勾。这样一一对应的去勾就可以了。就是只要你第一针和最后一针做上记号扣，你肯定是不会错的。随勾的时候，你就随拉一下这个毛线，勾的越高，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个十字短针的这个纹路就特别的清晰，越来越清晰，像一个一个的这种小方块交叉的这种。与第一针直接引拔。来看一下我们一共勾了多少排，从这儿开始数，1、2、3、4、5、6、7、8、9、10，一共是勾到现在为止是10排。勾了10排之后，你可以往上勾，继续勾的话，我把这个解开，你们看一下，勾到这个位置，我们一共是勾了28排，就是从最开始一直到上面是勾了28排，就是后面的花型部分我们已经勾完了，后面这些的话都是不加不减的，直接就是都是38针。后面的话我再来给大家演示一排，咱们自己就把它完成就可以了。因为这个的话后面没有什么难度了，你们可以一边刷着电视剧啊，然后看着综艺节目，直接就可以把它勾完。就是第一针和最后一针，如果你们要是真的是分不清的话，就千万一定要做上记号扣。这一排的话就是这个样子勾，不加不减的，这样的直接都是十字短针。其余的小手
还有小嘴巴那些，就是相对来说都比包身要简单很多。我们包身的话，就是最底下这起针的这3排，还有我们换花型的这几排是相对来说比较，就是感觉会有那么一点点的，有的时候弄不明白。如果弄不明白的话，咱们就往回着多看2遍，或者是放慢它的这个倍速，然后直接慢一点看一下。如果就是还是有不明白的地方的话，就是去联系我们的客服就可以了。有的时候客服可能回复的不太及时，就是有的时候咨询量会多，会回复的稍微慢一点，你们的话就稍微的多等一下。你第1针直接引拔，已经做了11排，我再来教大家怎么数排数啊。对好之后，或者是你这样的直接看，它下边会是这样的一个圈儿，给它回过来。这是第1排，1、2、3、4、5、6、7、8、9、10， 11排，勾了11排，28排，我们一共勾了28排。后面的17排，大家自己把它完成就可以了。你们勾的时候还是要随时拿着自个儿的这个手机给它就是比一下的。我的这个的话是一个小的手机，所以的话会富裕很多。你们的话拿出自己的手机去比一下。如果你们的那种手机壳，因为咱们手机都放壳，手机壳特别厚的那种的话，你可能放进之后会稍微的有一点紧，但这个会稍微反一点松。只要它不是特别的紧，你放下之后它拿的时候特别费劲，那样肯定就是你勾的紧了，或者是针数不太合适。这样的话你们也可以就是适当的给它加针或者是减针都可以。加针减针的视频的话，我们那边的话去跟客服要都可以，都以前的话会录过加针和减针的步骤的。然后后面的话大家自己把它完成，我在后面等着大家，我也去把这个勾完。